Hello，各位大家好，我是 Polly。今天这门课要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做视觉化，以及如何实现资料视觉化。那首先我们先看到我有做一个 sample。如果说我们的资料范围很小的时候，例如说我就只有一个叫做分类跟营业额这件事情，我要去快速的找到哪一个分类在我们的营业额的表现是最好的，其实我很快就可以找出来。所以我今天有没有做图跟表的差异其实是不大的。但是当我的资料，我们来看表2，假设我的资料表的表2，这边的项目已经大概超过10个了，我想知道这10个分类它哪一个表现的比较突出，哪一个比较弱，我相信大家是要花一点时间才可以找到。OK， 这个数字好像在里面比较大，有没有人比它大呢？ OK， 我再比对已经没有人比它大，但是我还是花了一些时间。但是我们进到表这边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好像这2个都差不多大，但是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谁大谁小。OK， 但是至少我们已经比刚刚用表的显示方式知道谁比较快速，谁的数值比较大了。那这张图我们可以再做一个优化，就是在我们前一门课我们有提到的，我可能做一个排序的方式。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的画面，这样子我是不是更快速的可以去得到说，我这个数字是特别大的，share 是大于 phone 的销售的营业额。那当然我们也在呈现上面，我们也有可能是表跟图同时去混合的。那不管我们的画面跟数字是去怎么做呈现的，我们应该都是很难去推翻这个假设，就是我的图反映的时间一定比我的表进到我大脑可以反映出来的时间是更快速的。好，那这个就是已经我们达到我们第一个讲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资料视觉化。那再来是我怎么去实现资料视觉化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我把表转成图之外，再来的话是我怎么样去刚刚有提到的，我做了一个排序，让我的图形的显示是更加的直觉，我不用思考我就知道谁排序是第1跟第2。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提到的图表怎么去产生的呢？那前面的上一堂课已经有告诉大家为什么会产生折线图，为什么会产生直条图。那一样的，我们进到我们回来的是我们如何去回到我们的 agenda， 是如何去实现资料的视觉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今天我们要分析营业额，那我们可以摆什么方式来分析呢？例如说我可以摆区域的方式来做我的营业额的分析。那我做完营业额的分析的这个同时，不是按到这里就没了，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叫做由大到小的去排序。那我们看到区域的变化是它可能在每一个区域很快速，因为我们做了排序它展现出来之外，但这个只是视觉化的第一步，我相信这个用什么软体都做得到。那再来的话，我想要让它的层次更加丰富，大家在公司内应该有去知道，我们除了去分析营业额之外，我们也想知道公司赚的金额是多少，所以我可以把 profit 再放进来。好，那我把 profit 放进来之后，我们在呈现上面它其实有很多种排列组合的方式。例如说这就是其中一种，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是不是同时看到我的营业额跟我的 profit， 甚至我们可以用到我们刚刚前面有学到的一个技巧，我直接把我的数值做一个标示，那我就可以看到说在每一个区域我们的营业额各自是多少。但是这样子的方式还是不够直观，因为这个只比我们刚刚我们做成另外一种方式，只比我刚刚用区域sales profit 这种纯文字的方式好一点点而已，它还是不够的视觉化。我可以让它怎么样达到很视觉化，然后达到分析的效果呢？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我可以把 profit 拉到我的色彩。那这个色彩是，我们再做一次我把 profit 拉到色彩，或者是我把 profit 先移掉，我不分析了，我从左边的这个
度量子把它拉到这个色彩，这样大家比较不会搞混。好，我们先做这个动作。那做出来之后，可以看到我在这边的显示，这个色彩的 panel 就告诉我们，颜色越深的话，代表它的利润越高；颜色越浅，就代表它的利润越低。那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去呈现。好，例如说绿色就是达标，红色就是有一点危险的，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好，这样子都是快速的去达到视觉化的一个效果。那颜色的变换大家都可以去操作学习看看。那这样子的方式是我在一个视图画面上面，但是这个是需要练习的。也就是如果你的主管他没有习惯去了解到说，哦，这个bar图的显示是营业额，而这个颜色的显示是毛利的话，所以在一开始我们必须去教导他，告诉他有这样子的显示方式，他才可以慢慢的进入到我们视觉化的一个过程。那我们除了就是把 profit 放在颜色之外达到视觉化之外，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达到视觉化呢？我是不是也可以把 profit 放在大小放进去？那这个大小会变成什么呢？我的 profit 越大的，我的直条图的这个泛面积它就更广。那比较 profit 越低的，它就会像这个很红嘛，对不对？就是它是毛利比较没有那么好，它的长条的柱状体它就会比较窄的方式。那难道说我只能把 profit 放到大小？我不想放 profit， 我想用别的度量子，这也是可以的哦。例如说，我想知道它销售出去的数量跟它的营业额有没有关系，所以我又可以把销售的 quality 这个数量放进来。放进来之后，我们的确又可以看到，刚刚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central 的部分，它的颜色是最深，代表它的 profit 是最低的，但是它的销售出去的数量并不是最低的，数量比较低的反而是 south 的这个区域，因为它又特别的细了。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例如我们重来讲一次哦，排序给标记，把它放到色彩，甚至呢把它放到大小，这个都是我们达到视觉化的一个过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这些视觉化的过程哦。